一个寡妇整天穿的花枝招展，我就知道她不安分。说她救了顾大帅的命，这可真是山鸡变凤凰，一飞冲天，陆家母女俩都要发达了。糖糖，乖乖上车。糖糖，等到了故宫馆，你机灵一点，还记得顾叔叔吧？啊，顾叔叔，从今天起，他就是你的父亲了。大帅爸爸，是爸爸，大帅爸爸，大帅爸爸。阿娘，这里真漂亮。叔叔抱抱。这娃娃竟然是实心的，谢谢叔叔。糖糖，打招呼。娘，咱们家的门槛什么时候这么低了？什么阿猫阿狗都能来认亲戚。这是我的女儿，顾大帅知道的。陆小姐，老爷今天有要事在身，欢迎你来到这里。哟，大帅真是大发善心，往家里领了个人还不够，连孩子都往家里领。好了，糖糖，你过来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哦，糖糖叫糖糖哇。气死我了，他们也太瞧不起人，亏我们还是顾大帅的救命恩人呢。糖糖，你救我一个娘，谁让你叫他们娘的？阿晨，哥哥，你为什么要打自己？哥哥，你为什么要打自己？废了，我这双腿彻底废了，我还活着有什么意思？滚！都给我滚出去！哥哥吃糖，不打自己了，好不好？二夫人这是何意？陆小姐，我们顾家向来不养闲人，你吃着顾家的饭，总得替家里分担点内务吧？帮忙理所应当，只是这账本，这是旧库房近15年的账目。陆小姐既然见多识广，想必整理几本旧账不在话下吧？二夫人说的对，顾家不养闲人，顾家这账本我接了。好大的口气！3天后我要看到清清楚楚的总账，若是有1分1毫的差池，若是有差池，我陆婉堂立刻带着女儿离开故宫馆，绝不纠缠。但若是算清了，我柳艳萍当众给你奉茶赔罪。好一个移花接木的手段，柳艳茹，你以为这只是一堆烂账，却不知道这里面藏着能让你万劫不复的秘密。账我算完了，装腔作势，你可是顾家的老账房，给他好好验验，看看错漏了多少笔。不过我还顺手揪出了几处陈年漏洞，你少在这故弄玄虚。比如民国3年新修的库房本该极其房少，却平白无故报损了8万名贵苏锦；又比如民国5年一批进口的5金料件不翼而飞，账面上却写着意外损耗。这几批物资的经手人似乎都是二夫人您的娘家远房亲戚。陆小姐，您这一查可是帮顾家揪出了大蛀虫，老奴敬佩。你胡说八道，随便写举烂账就想诬陷我！二夫人忘了我们3日前的赌约吗？账若算清，您可是要当众给我奉茶赔罪的。做梦！给我把他轰出去！大帅回府。吵吵闹闹，成何体统？大帅，你可算回来了！这个陆婉堂不仅在账本上做手脚，还诬陷我娘家人。内宅的事少拿来烦我。味道和8年前的女子一模一样。大帅，请自重。你到底是谁？你身上的味道，我好像在很久以前闻过。大帅，您认错人了。这世上不会有如此巧合的气味。说，我出身中医世家，身上沾染的不过是当归与白芪混合的药气罢了。最好是这样。大帅，婉堂有一事相求。说。故宫馆规矩繁多，婉堂母女实在不便久留打扰。我想在城南开一家平价中医院，悬壶济世，自食其力，恳请大帅成全。好，我答应。查陆婉堂的底细，还有他即将开业的那家医馆，加派人手，全天候12个时辰死盯着。陆婉堂，你最好没有骗我。陆大夫，不好了，出事了！慌什么？慢慢说。咱们订好的那几批药材，供货商全都反悔了，说是不卖给咱们了。我打听过了，是顾家二夫人暗中放了话，谁要是敢给咱们义乌宫哪怕1000药材，就是跟顾家作对。柳艳茹，就这点手段吗？可是大夫，没药怎么看病啊？现在连一个病人都不敢上门。真正的医者，手里就算只有1根银针，也能起死回生。看诊请坐，哪里不舒服？心病，陆大夫能治吗？只要是病，
医馆就能治。先生，请伸手。陆大夫心跳得这么快，看诊还能准吗？莫不是瞒了什么亏心事？心跳得快是对病患的关切。先生的这心病，我看病根在于多疑妄想。哦，那依你看，这多疑的病该开什么？唯有放下执念，自度方能痊愈。先生若是来找茬的，门在后边，不送。陆婉堂，你胆子倒是不小，我倒要看看你这医馆到底有几分真本事。快来人啊！有人倒下了，这不是瑞祥商行的王掌柜吗？怎么突然翻白眼了？快救人啊！这是突发重度癫痫，需要镇定剂，但这里离医院太远，来不及了，那可怎么办啊？让开，保持通风。快不行了！人中百定涌泉，镇肝气风，开窍醒神。我这是怎么了？替身把人从鬼门关拉回来了。二夫人不说把药材全断了，他就开不了张吗？这根本不用药啊！快回去禀报夫人。陆大夫这一手针灸绝技当真是厉害，看来我的眼光没错。大帅现在觉得晚唐有资格在兰州立足了吗？有。大帅，陆小姐出大事了！钟叔，怎么了？学堂刚才打来电话，堂堂小姐她从学堂逃课，人失踪了。传我命令，封锁全城，把人给我找回来！大帅，指不定那丫头是在学堂里受不了管教，自己偷偷溜出去。二夫人慎言，堂堂虽然调皮，但极其懂事，绝不会打招呼就乱跑。谁知道呢？把嘴闭上，再多说一句，你就离开故宫府。不能慌，堂堂绝不会跟陌生人走。如果门卫没看到他离开，那他极有可能是躲开了大人的视线，偷偷跑回了他觉得最安全的地方——故宫馆。陆小姐，您找什么呢？学堂后院有一片特有的红泥地，堂堂如果抄小路跑回来，鞋底一定会沾上红泥。只要他进过这个门，就一定会留下痕迹。找到了，脚印是指向里面的，堂堂在这个方向。使不得啊，陆小姐，那个方向是二少爷的房间。二少爷，那可是故宫馆的禁地。二少爷因为双腿残疾，脾气极其孤僻暴躁，极度排斥外人。堂堂小姐要是真闯进去了，二少爷发起疯来，可是会伤人的呀。让开！陆小姐，万万不可啊！堂堂，哥哥笨笨，毯子这么小，藏不好了哇！堂堂，你知不知道阿娘找你找得快急疯了？谁教你不打招呼就乱跑的？太没有规矩了！大哥，你喊什么？别吓着他。阿晨，你……堂堂，告诉阿娘，为什么从学堂跑出来？学堂一点都不好玩，规矩那么多，动不动就要罚站。同窗还笑话堂堂，说堂堂是没有爸爸的孩子。堂堂不想待在那里了，还是轮椅哥哥好，这里安静。哥哥还给堂堂核桃酥吃，没人欺负堂堂。算了，人平安就好，别吓着孩子。小腿肌肉虽然萎缩，但他转动轮椅发力时，膝跳反射神经有极其微弱的抽动现象。堂堂乖，哥哥要休息了，阿娘带你去洗洗手上的泥巴，好不好？哥哥再见，堂堂明天再来找你玩。钟叔，带堂堂下去洗漱，弄点好吃的压压惊。是大帅，老奴这就去。大帅，我刚才急着拉堂堂，手帕好像掉在二少房间里了，我去取一下。让下人去拿。二少爷不许下人打扰，我马上就出来。孩子已经带走了，你还来干什么？滚出去！你的腿刚才抽动了一下。你懂什么？这伤腿连全兰城最好的大夫都说没办法，少在这里卖弄同情。我是大夫，我只看症状，不讲同情。如果信我，我能让你重新站起来。重新站起来，就凭你？凭我的医术。你算什么？你一个靠开小医馆糊口的女人，凭什么在这里大言不惭？他们治不了，不代表我也治不了。我不需要你这种虚伪的施舍，那种从云端跌进泥潭的滋味，我不想再尝第二次了。出去！绝望本身比残疾更可怕，我不会逼你。哥哥，今天阿娘医馆里来了一只小流浪猫，白色的，可好看了。阿娘给它包扎了后腿，它还舔阿娘的手呢。是吗？阿娘可厉害了。街头卖糖葫芦的伯伯咳嗽，阿娘扎了几针，伯伯就好了，还送了堂堂一大串糖葫芦。阿娘说吃了甜的，心情就会变好。哥哥，
阿娘是很厉害的大夫，哥哥让阿娘看看好不好？怎么了？糖糖想看哥哥站起来，带糖糖去抓蝴蝶。哥哥，你每天闷在屋子里都要长蘑菇啦，外面的太阳可暖和啦。糖糖，别推了，我不去。刺眼。推我过去。好嘞。你昨天说的话还算数吗？自然算数。你真的有把握？你每逢阴雨天，双腿膝盖往下3寸的关节处，是不是犹如万根针同时扎入般刺痛？痛感发作时，你的小腿外侧却完全麻木。到了夜里，这股寒痛会顺着萎缩的经络直逼腰椎，让你整夜无法合眼。我说的对不对？你连脉都没诊，怎么会知道的一字不差？你的腿不是死症，只是经络被极寒之毒彻底堵死了。只要用独门针灸疏通经脉，我就能让你重新站起来。好，我信你。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大哥，阿晨，你别说话。糖糖，去找钟书玩。你知不知道，如果在顾家信口开河，会有什么后果？若是你治不好，却又把他心气吊起来，我顾晨霄绝不轻饶。从不拿病人的希望开玩笑。大帅若是不信，大可拭目以待。3个月内若治不好二少爷的腿，晚堂愿承担一切责任，绝不连累顾家半分。商会那边出了紧急乱子，我必须亲自去一趟平城，半个月后回来。大帅一路顺风，府里的事晚堂自有分寸。阿晨的腿，我既然默许了，就不会干涉。但这半个月，我要看到你的军令状不是一句空话。大帅放心，半个月后定会让大帅看到成效。半个月，大帅不在府内，为了北辰的治疗不出意外，我必须倍加小心。为什么要半夜过来，像做贼一样？府里人多眼杂，你大哥不在，二夫人如果知道我用这种偏锋针法给你治病，一定会借题发挥。到时候若是闹起来，不仅顾家名誉受损，你的治疗也会被迫中断，我们冒不起这个险。难为你了，嫂，陆大夫。别说话了，你的经络淤堵得太厉害，今晚的施针会非常痛苦，不管多疼都必须忍住，绝不能叫出声音来吓人。来吧，我怕疼。不仅是针灸，还要配合推拿，强行行气通络。忍住了，今晚就到这里。经络已经有了松动的迹象。你没事吧？你的手在发抖，快坐下歇会儿。为了我，让你受这么大的罪。你好好休息，明晚我再来。那不是陆婉堂吗？深更半夜，他竟然背着大帅，偷偷摸摸进了二少爷的房间。好啊，二夫人正愁抓不到他的把柄呢。二夫人，我可是亲眼瞧见的。就凭你一张嘴，大帅会信？那难道就这么放过他了？大帅今日就要从平城回来了，我要让他身败名裂，被兰州商会封杀。医馆是治病救人的地方，请勿大声喧哗。治病救人？陆婉堂，你这分明是谋财害命！哎呦，这不是兰城最大丝绸商的陈夫人吗？她可是商会的核心人物啊！大家看看，这就是我用了他医馆特配的玉容膏以后的下场。这也太严重了吧！陈夫人，请息怒。玉容膏配方都是温和中草药，绝不可能导致如此严重的红疹。可否让我为您诊个脉？你还想碰我？告诉你，陆婉堂，今天这事儿没完。谁敢在顾家的地盘上撒野？顾大帅，这陆婉堂不仅毁了我的容，还拒不认错。您要是包庇他，我们整个兰城商会都不答应。到底怎么回事？那药膏真有问题？大帅放心，我开的药我心里有数。陈夫人，这几日您可是换了新买的西洋香水？你少在这里转移话题！我用什么香水，跟你这药有什么关系？
西，死到临头还敢狡辩！阿金，去把里面那瓶新到的9克之夜香水拿来，再拿一盒全新的玉容膏。你想干什么？各位看好，玉容膏里的主药是白芷与放风。 药性极其温和，但这西洋香水中含有特定的化学萃取物，当草药成分与化学萃取物在皮肤表面混合，再经过正午强烈的阳光暴晒，就会发生极其严重的过敏反应。你胡说八道，别想糊弄我！是不是糊弄？一试便知。这是我刚配的清凉，您涂上，半个时辰若不吸肿，我这医馆的招牌，大帅亲自替您砸。夫人，您的脸红肿全退了。陆大夫，是我糊涂，是我错怪你了，我给你赔不是。夫人严重了，回去用这副药煎水敷脸，3日便可痊愈。走。 你刚才说，若是治不好，让我砸了你的招牌。因为我知道，大帅永远不会有这个机会。陆晚堂。 大帅，你不是明晚才回，你放手！是准你给他治腿，但我没准你深更半夜偷偷摸摸的进他房间。你到底在里面待了多久？这套针法需要耗费极大的内力推拿，我选在半夜，只是为了避开府里的人多眼杂，防止有人借机中断治疗。阿晨3年来连送饭的丫鬟都赶出来，你敢说你们之间只是单纯的医患？大帅既然满脑子都是这样的想，这边我不治了，放开！大哥，你放开他！ 阿晨，你怎么出来了？你知不知道这个女人大半夜在你的房里？大哥，你误会她了，到底怎么回事？这是怎么弄的？他每天深夜过来，是为了避人耳目。大哥，你不在府里，二夫太一直想找茬。如果白天大张旗鼓的治，一定会被人借机打断。他为了保住我的治疗，只能半夜偷偷来。半夜施针，刚才刺的是最关键、最凶险的死穴，需要极其深厚的推拿手法配合。他耗尽了体力才累成这副模样，你竟然怀疑他别有用心？大哥，更重要的是什么？刚才施针的时候，我那条废了3年的腿感觉到痛了，一丝钻心的痛。痛，阿晨，你说你感觉到了痛？双腿麻木是死症，能感觉到痛，说明他深层的神经已经彻底苏醒，淤堵的经络被强行冲开了缺口，这是好转的迹象。晚堂，是我冲动了，对不起。大帅的道歉太沉重，晚堂受不起。我不过是个大夫，治病救人是本分。我只求大帅以后少些无端的猜忌，这病还要不要继续治，大帅自己定夺吧。百年老参2支，极品燕窝1盒，阿胶3斤。大帅，这是做什么？给你补身子的。昨晚你辛苦了。大帅慎言，让人听见成何体统？你治病耗费心血，我顾家理应重谢。上车。不用了，我带糖糖坐黄包车去医馆就行。哇，大汽车！大帅爸爸，糖糖要坐大汽车。好，兰城街头乱，爸爸送你。以后我每天接送你们。我的天，快走快走，别惹麻烦！这哪是看病，这简直是上刑场啊！陆大夫，您快出去看看吧！大帅往那儿一站，咱们今天一个病人都不敢进门了。大帅，怎么了？有人闹事？大帅，您是来给我当保镖的，还是来封我医馆的？您站在这里，我的病人都被吓跑了。这群胆小鬼！医馆不养闲人，大帅既然来了，就别在门口杵着，去后院帮忙。晚堂，这力道可以吗？再细一点，药性才能完全发挥。大帅爸爸力气真大，把石头一样的药都磨成粉啦。爸爸还要给你阿娘倒一辈子的药呢。陆大夫，快救命啊！我们老板突然发了怪病，这是死症啊！准备后事吧。别啊！我们老板可是兰城最大的钱庄长。陆大夫，你想想办法。是极寒之气骤然闭塞心魄，别慌，阿金，立刻去抓3件父子，5清丹浆，用猛火击奸，快！几个穴位扎下去要人命的。险症就得用奇招，出了事我陆晚堂一力承担。活过来了，竟然活过来了，老朽受教了。
您就是我的再生父母，这诊金您务必收下。医馆明码标价，该多少就是多少。金老板回去多晒太阳，少碰生冷即可。陆大夫，明晚是咱们蓝城商会1年1度的名流慈善。你一个行医的，不习惯那种名流场合。陆大夫，这不仅是晚宴，蓝城所有的药材大亨都在。您若想把医馆做大，绝不能错过这个拓宽商路的绝佳机会啊！去，大帅，有我在，蓝城还没人敢给你脸色看。明晚我陪你一起去。二太太，明晚的晚宴都安排妥当了，几位商会太太都等着看您大出风头呢。等等，陆婉堂凭什么出现在验名单上？听说是商会的金老板亲自给下的特殊请柬他。好啊，在故宫府里有大帅护着他，我动不了他。但这商会晚宴可是我的地盘，既然他非要来凑这个热闹，我明晚就送他一份大礼。去，把之前准备好的那包东西拿出来。明晚我要让陆婉堂在这个宴会上身败名裂，被整个蓝城商界彻底封杀。那不是城南开平价医馆的那个女人吗？怎么有资格来这种场合？没看顾大帅亲自当护花子者吗？真是好手段。救命！孙夫人发急症了，快叫医生！大家快看，孙夫人喝的是陆婉堂医馆今晚特供的养生花茶。陆婉堂，你到底用了什么劣质相克的药材？你这是要害我们商会的家眷吗？绝不能放过他！我看谁敢动他！大帅，大夫的事用医术解决。你还想干什么？还想把人害得不够惨吗？走开，他心脉快断了。这茶里的中药没有任何问题，而是被人暗中加了无色无味的西药萃取液。谁说中医就验不出毒？你少在这里故弄玄虚！来人，去后厨取一碟白醋和一小块名方来。这是洋人常用的麻醉提纯剂，氯酸与名方便会化为身子，若非有人刻意投毒，茶水绝不会如此。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肯定是你的茶本来就不干净。放开我！大家看它的指甲缝，里面还残留着没有洗干净的白色粉末，跟茶里的物品一模一样。不是我，夫人，救我！竟然敢在商会晚宴上对我夫人下手，这件事我孙某人绝不善罢甘休。孙老板，您听我解释，是这死丫头自己。够了，刘艳茹，你为了私怨，不惜伤害商会家眷，险些酿成大祸，顾家的脸都被你丢尽了。从今日起，剥夺柳艳茹在蓝城商会的所有干股，顾家内宅管理权也彻底为内设置。以后在蓝城，谁敢动您的医馆，就是跟我孙某人过不去。商会的大门永远为您敞开。大帅，今晚多谢你。谢我什么？你今晚的反击极其漂亮，不仅自证清白，还拿到了蓝城最顶级的商界人脉。你根本不需要我。大帅，你喝醉了。我没醉，我很清醒。婉堂，你遇事时的冷静，你身上的药香，还有你这双眼睛，简直和8年前那个救我的女孩一模一样。告诉我，你到底还要瞒我多久？大帅，我只是个行医谋生的单亲母亲，高攀不起的替身情节，8年前的恩怨情仇与我无关。陆婉堂，你以为你能撇得这么干净？大帅若再这般情妇，明我便离开顾家。我倒要看看你这层清高的伪装能撑到几时。陆大夫，您对中医药理的见解，简直比我在西洋医学院见过的老教授还要精辟。今晚可否赏光，一起喝杯咖啡？裴大夫客气了，不过是……他没空。这位是……大帅爸爸，你来啦！我是他孩子的父亲。怎么，留洋回来的大夫，连别人的家务事也要管？抱歉，大帅，是我冒犯了。我旧伤复发了，疼得厉害。一直在砸我的场。裴大夫只是来探讨医术的。陆大夫不管病患，倒有闲心跟别人喝咖啡。脉象沉稳有力，哪里来的旧伤复发？心口疼，需要陆大夫单独仔细的推拿。陆大夫，你的手怎么在抖？是大帅的肌肉太紧绷了。是吗？可我怎么觉得是你的心跳得太快了？怎么了？陆大夫，不好了，堂堂在学堂里出事了，您快去看看吧。堂堂一直很乖的，他绝不会主动惹事。再开快点！别慌，
有我在，不管出了什么事，天塌下来我顶着。糖糖，阿娘来了，不怕。阿娘，他们把糖借来的医书撕坏了，这是给北辰哥哥治腿的书。你一个单亲寡妇也敢教训我儿子？我儿子可是蓝城前记商行的独苗。先生，这种孩子怎么配跟我家少爷一个学堂？钱太太，这事儿也不能全怪糖糖，是钱少爷先去抢糖糖的东西。抢他一本破书怎么了？本夫人赔他10本，但他今天必须滚出学堂，否则我就撤了对学堂的资助。钱太太好大的口气。根据学堂章程第3条，学子若有欺凌童装、损坏他人及其贵重财物者，应受记过退学之罚。这本书是孤本的残卷，价值连城。钱太太既然说要赔，那就请先按市价拿出1万大洋来。1万大洋？你讹人啊！我看谁敢动他们！顾大帅，您怎么来了？大帅爸爸，谁说他没有父亲？大帅爸爸，你真厉害！糖糖姨是不是再也不会被别人欺负了？大帅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故宫馆主保险柜的钥匙。这太贵重了，那是顾家的命脉，我绝不能收。在顾家，我的话就是规矩。你每天不仅要照顾糖糖，还要给阿晨治腿，受了那么多委屈。你是这个家的主心骨，这把钥匙你拿着名正言顺。阿唐，我的人和我的全部身家，现在都交给你了。二少爷，神经已经完全唤醒，今天是经络重塑的最后一道关卡。来吧，我这条命都是嫂子救的，我绝不认输。阿晨，挺住，给我起！老天爷呀，二少爷站起来了！1、2、3、4、5。大哥，嫂子，你们看到了吗？我站起来了！好兄弟，大哥看到了，你站起来了。阿晨，我的阿晨真的站起来了，老天开眼了！我不再是个废人了，这多亏了嫂子。婉堂，你是我们顾家最大的恩人，之前是娘糊涂，以后谁敢给你委屈受，娘第一个不答应。这是我作为大夫的本分。大帅，婉堂，谢谢你，你不仅救了阿晨，也救了我。这第一杯，我敬大哥和嫂子，祝你们早日完婚。多吃点，这段时间你瘦了太多。大帅爸爸偏心，只给阿娘夹菜，不给糖糖夹。我的小祖宗，奶奶给你夹。大帅，松手。怎么了？饭菜不合胃口？真以为治好了那个残废，就能在顾家只手遮天了吗？二夫人，现在大帅和老夫人都护着他，咱们在府里根本动不了他。府里动不了，那就在府外动。他不是最宝贝那个破医馆吗？这几年，蓝城的药材供应链一直握在我娘家手里。去，立刻联络那几代药材批发商，谁敢给城南平价医馆供一支草药，就是跟我柳家作对。陆大夫，我老母亲的哮喘犯了，等着这副急药救命啊！大家别急，阿金，立刻按方子去后院库房取药。陆大夫，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慌什么？好好说。库房里那几味最核心的救命草药，今早送一批新货过来吗？我刚刚打过电话了，他们统统拒绝发货。蓝城所有供应商今早统一口径说没药，大家别信他，什么断供，分明是这黑心医馆想囤积居救，逼我们花高价买药赔用，就是连药都没了，开什么医馆亏钱？都给我安静！我陆婉堂在此立誓，今日绝不让任何一个病人断药。阿金、嬷嬷，没有川贝，我便用钱红与桔梗平替；没有百年老参，我便用黄芪佐以挡参提气。天下草木万千，相生相克，能救命的从来不止那一味药。按此方抓药，药效分毫不差，药钱更是减半。若有任何吃坏了的，拿我陆婉堂试问。孙夫人，是我。因为您娘家在蓝城郊外有大量药农，想请您牵线，绕开批发商，直接找散户收药。好，多谢夫人雪中送炭。出了这么大的事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大帅若强权施压，
坏商会规矩，必引蓝城商界反弹。商战要用商人手段，我已联系城外散户，药材进城，垄断自破。好，剩下的交给我。站住！这些药是不是要送去城南医馆的？大帅有令，今日城门例行巡逻，护送郊外百姓安全进城。谁敢阻碍蓝城交通，以叛乱罪当场击毙。长官饶命，我们这就滚！陆大夫，药来了，全来了，这下咱们再也不怕断供了。大帅这招例行巡逻还真是巧妙。快抬！糟了，药材不能沾水！婉堂，你伤到哪里没有？我没事，小心，当心！大帅，先避雨。你受伤了，让我看看。一点皮外伤，不碍事。知道我刚才有多怕吗？我怕你出事。大帅，多谢你来救药材。我来，不是为了那些破草药，我是为了你。婉堂，我以前只敬佩你的医术，但现在我彻底被你这个人迷住了。你坚韧，你独立，你受了天大的委屈，也自己一个人死扛。别再一个人硬撑了，给我一个机会，让我名正言顺地照顾你们母女，给堂堂一个真正的家，好不好？我也想答应你，可是如果有一天真相大白，世人知晓我不堪的过去，我一定会失去现在这来之无意的平静。大帅，别说了，我们隔着太多不确定的东西。我是一个输不起的母亲，我不能拿谈谈的未来去赌一个未知的明天。大帅的错爱，婉堂承担不起。婉堂，你有你的顾虑，我不逼你，但你记住，我认定的女人，这辈子都跑不掉。你不信我，我就等到你信为止。我等你。昨天夜里没睡好，黑眼圈都出来了。医馆账目多，看得晚了些。大帅也早些歇息。太重了，我来端，你歇着。是二少爷的声音。走。大帅，陆大夫，你们快救救二少爷呀！怎么回事？谁让他绑这么重的沙袋？二少爷急于求成，背着陆大夫偷偷加大了负重训练。大哥，我的腿好像断了，快把沙袋解开，快！怎么会这样？婉堂，怎么样了？痉挛怎么还没停？刚修复的脆弱经络不堪重负，发生断裂反噬了。嫂子，大哥，我没感觉了，我的腿又没感觉了。阿晨，你冷静点。婉堂，你说话呀！阿晨到底怎么了？嫂子，我是不是彻底废了？病程反噬，经络彻底闭塞。如果3天内不能重塑经脉，他不仅站不起来，甚至面临双腿坏死截肢的危险。我在这世上还有什么意思？你们都出去，别管我，让我死！二少爷，你别这样，你这样自暴自弃，只会加速经络的坏死。都给我走！我不需要你们的可怜。阿晨，你给大哥冷静点。万长，你难道真的没有一点补救的办法了吗？要什么我都给你弄来，除非能找到传说中的一味药。什么药？百年雪莲，用它作为药引，有极强的破瘀生新、起死回生之效。只要这东西在世上存在，我就算把天翻过来，也要把它拿到手。传我的手令，立刻动用整个所有情报网，把所有的暗线全给我撒出去。是，大帅，开出天价悬赏，只要能提供百年雪莲的线索，无论是谁，我顾家院倾尽所有。大帅，雪莲有消息了吗？大帅，大帅，大帅，是不是有雪莲的下落了？绝密情报，有一位行踪极其诡秘的百年大药商，就在刚刚抵达了兰城。据说他手里就有一株保存极为完好的极品百年雪莲。齐老板，大帅亲自登门，这箱子里是10万大洋的定金。顾大帅，这钱您还是拿回去吧。齐老板，明人不说暗话。你要什么条件才肯交出百年雪莲？地盘、商铺？齐老板，你既然带着雪莲来了兰城，
就该知道这是顾家的地盘，敬酒不吃，就别怪顾某不客气了。大帅尽管破门，但这极品雪莲极其娇贵，我早已在旁边备好了火盆，只要门一开，我保证它瞬间化为灰烬。大帅不可，二少爷的腿等不起了。到底想要什么？我一生痴迷美玉，这株雪莲不卖钱，只换世间极其罕见的极品古玉。拿得出能入我眼的古玉，雪莲双手奉上。若拿些俗物来糊弄我，我宁可把它毁了。这可是咱们顾家几代人攒下来的家底，总有一件能入那齐老板的眼吧？大帅，夫人，齐老板看中哪块了？他连正眼都没瞧，说这些全是沾满铜臭味的俗食，把我们连人带玉全赶出来了。怎么会这样？难道老天爷真要绝我阿晨的后路吗？大帅，二少爷腿上的黑斑已经开始扩散，距离必须进行截肢手术的最后期限只剩下12个时辰。如果传家玉佩没有在8年前那晚丢失就好了。如果再找不到雪莲，二少爷就真的完了。顾沉香也会一辈子活在愧疚里。8年了，东西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救命要紧。这也是我未来揭开堂堂身世之谜，证明自己清白的唯一凭证。顾大帅的人，我白天说的还不清楚吗？没有极品古玉，别来烦我。就算你们把天王老爷请来，我也绝不改口。齐老板，您要的东西我带来了。这质地，这光泽点，而且这玉心之中隐隐有流光流转，这是绝品，真正的绝品啊！虽然只有半块，但也绝对是世间罕见的灵玉。既然入得了齐老板的眼，那百年雪莲换，我现在就给你拿。姑娘，百年雪莲在此，这半块玉佩归我了，咱们钱货两清。多谢齐老板，救命之恩没齿难忘。那个戴面纱的女人的声音，怎么这么像陆婉棠？极品古玉，百年雪莲，那个弃妇手里怎么会有这种价值连城的宝贝？大哥，别等了，没希望了，给我个痛快吧。阿晨，你给我挺住，我不许你说胡话。大帅，二少爷的脉搏快摸不到了呀。大帅，要拿到了。大帅，守住门口，从现在起，任何人都不能进来打扰我。好，今天连一只苍蝇都休想飞进去。百年雪莲极其娇贵，入药过程容不得半点马虎，绝不能沾染一丝一毫的金属之气，否则药效瞬间全无。必须保持在这个特定的温度，用文火慢慢熬制，火候差1分，药效便减1分。二夫人有令，绝不能让这药熬成，我看你火候怎么稳。想在我的眼皮底下耍花招，做梦！婉棠，里面出什么事了？没事，大帅，准备好，药马上出炉，二少爷有救了。大帅，脉象虽弱，但经络通了。水，阿晨，你醒了，感觉怎么样？动了，大哥，我能动了，我不是废人了，不再是废人了。嫂子，这是再造之恩，请受北辰一拜，以后我顾北辰的命就是嫂子的。二少爷快起！好兄弟，大夫的救人本是分内事。站起来！顾家男儿挺直腰杆走路。婉棠，你太累了，什么都别想，好好睡一觉，剩下的全交给我。极品，真是极品！这水头，这色泽，这温润却内敛的触感，百年难遇啊！老夫走南闯北半辈子，竟然在兰城碰到了这种稀世珍宝。哎呀，先生对不起，是我走路太急。无妨，小姐当心些。咦，先生这块秀山玉雕工极其考究，
莫非是前朝宫廷御用之物？哦，姑娘懂玉。家父酷爱玉石，小女子懂些皮毛。先生神采飞扬，莫不是得了稀罕宝贝？姑娘好眼力，老夫得了绝世灵玉，上楼品鉴一二。那小女子恭敬不如从命。陆婉堂到底是从哪儿弄来这种稀世珍宝的？凭什么好东西全都是他的？天哪，这玉的成色，这流转的灵气，绝非凡品。先生真是好福气。那是自然，姑娘稍坐，老夫去取上好的极品大红袍，咱们边喝边聊。姑娘请用茶。多谢先生。哎呀，我突然想起家中还有急事，这好茶只能改日再品了。告辞。好姐姐，喝了我的茶，明天订婚宴上，我看你怎么装清高。你是谁？别走，救我！姐姐，你糊涂，不想联姻，也不能随便找男人。陆家脸往哪儿放？我陆家没有你这伤风败俗的女儿，滚出去，永远别回来！陆婉堂，你命真大。我当年处心积虑想把你踩进泥潭一辈子，可我做梦都想不到，你误打误撞救下的竟然是顾大帅。难怪他宠你上天，可他不知道救他的人是你，你也不知道是他。你瞎了眼，连顾家密印都不认识。女儿的生父就在眼前，你竟然没发现。为了救顾北辰，你把任心信物亲手送到了我手里。陆婉堂，既然你把信物当了，别怪妹妹我鸠占鹊巢，取而代之。救命恩人的身份，陆家女主人的富贵，从今天起全是我陆心瑶的。这块玉能证明身份，但顾晨霄生性多疑，绝不是拿着信物上门就会感激涕零的蠢货。想要让他彻底相信我就是8年前那个女人，我的故事就必须无懈可击。王妈，你是看着我长大的聪明人，这些金条够你在乡下买上100亩良田，当个富太太了。二小姐，您需要老朕做什么？我说了，那晚我不在陆家，以后有穿军装的人来查，你就把这套说辞背出来。听说了吗？顾大帅不近女色，连睡觉都在枕头下放枪，警惕性高的吓人。真的吗？大帅这么威风，怎么会如此防备？还不是8年前，听说大帅在蓝城饭店附近遭遇暗杀，身中奇毒，差点没命。8年前的雷雨夜，蓝城饭店的顶级套房，滚烫的体温，还有这块萧字古玉，时间、地点、信物、细节全都滴水不漏。顾晨霄，这张天罗地网你插翅难逃。万事俱备，我只欠一个万众瞩目，能让你彻底无法拒绝的登场时机。排场再弄大点，安保级别调到最高，绝不允许出任何差错。大帅，二少爷康复确实是大喜事，但一家人吃顿饭庆祝就好，何必搞得如此兴师重众，惹人瞩目？嫂子，这你可就错怪大哥了。这场庆典表面上是为我办的，北辰，你先回避。婉堂，这场盛典更是为了你，我要让整个蓝城都知道，你陆婉堂是我顾晨霄的女人。哇，阿娘今天好像天上的仙女，大帅爸爸一定会看呆的。婉堂，今晚你是顾家最尊贵的主角，去吧，别让陈娇等急了。那是陆婉堂，她怎么穿得起这么贵重的高定礼服？不过是个带拖油瓶的女人，难不成大帅还真能娶她进门？婉堂，过来，今天请诸位来，只为宣布一件事：从今往后，陆婉堂的城南医馆就是我顾家最核心的产业。他陆婉堂的话，就代表我顾晨霄的意志。谁敢对他有半点不敬，就是与我整个蓝城军府为敌。哎呦，我早就看出陆小姐气质不凡，和大帅简直是天造地设的一对。陆大夫，以后您的医馆有什么需要，尽管开口，我们绝对全力支持。大帅，你刚才的话太重了，我不过是个大夫，怎么能代表顾家的意志？我说你能，你就能，整个顾家都是你的后盾。婉堂，今晚我有一样极其重要的消息要给你。大帅爸爸，你今晚好帅呀！阿娘也好像仙女。糖糖怎么还不睡？糖糖睡不着，糖糖想听故事，要大帅爸爸和阿娘一起去房间给我讲。哎呀，糖糖肚子好痛。怎么了？是不是晚上点心吃多了？阿娘给你揉揉。不用别人，你们都出去帮我倒点热水。
糖糖肚子好痛。怎么了？是不是晚上点心吃多了？阿娘给你揉揉。不用别人，你们都出去帮我倒点热水。房间里只要爸爸和阿娘陪着我。大帅爸、阿娘，糖糖好喜欢你们。糖糖想让爸爸和阿娘永远都在一起。大帅，糖糖睡着了。万糖，我在舞池里说过，今晚有样东西要给你。万糖，我不想再用恩人的名义把你留在这个家里，嫁给我，让我名正言顺的照顾你们母女一辈子。8年了，我带着糖糖受尽白眼，独自扛下所有的委屈与心酸，而现在终于有一个人愿意为我们母女遮风挡雨。大帅，过去的种种我不想再管了，我愿意。你答应了，万糖，你不知道我等这一刻等了多久。沉香，谢谢你。大帅早，夫人早。钟叔，你们别这么叫，还没办婚礼呢。改口费去账房领，在顾家，她现在就是名正言顺的女主人。大哥、嫂子，恭喜你们修成正果。二少爷，你的腿恢复得很好，看来经络已经彻底稳固了。嫂子，这是我重获新生的第一天，所以我做了一个决定。什么决定？这3年在轮椅上，我读了无数科学和工业书籍，我要远渡重洋，去海外深造当时最先进的物理与机械学。远渡重洋？你这双腿才刚刚恢复，我怎么放心让你一个人走那么远？大哥，我已经错过了太多年的时光，现在该是我去闯出自己天地的时候了。好，不愧是我顾晨霄的兄弟，你想去哪儿，大哥倾尽全城财力也供你。嫂子，没有你，我这辈子只是个在阴暗角落里等死的废人。你的再造之恩，我顾北辰铭记于心。只要你能展翅高飞，我这大夫的心血就没白费。在外面一定要照顾好自己。嫂子，我这一走，我大哥可就全交给你了。他这个人脾气臭又霸道，动不动就爱摆脸色，你以后可得多担待着点儿。臭小子，翅膀硬了，敢拿你大哥开惯了是不是？阿晨，到了海外一定要按时吃饭，天冷了多加衣服，千万别为了念书熬坏了身子。北辰叔叔，这是糖糖画的，保佑叔叔平平安安。谢谢我们家的小公主，等叔叔回来，给你带最漂亮洋娃娃娃。带上这个，遇到麻烦不要硬扛，记住，无论你走多远，顾家永远是你的后盾。大哥、嫂子，保重。慌慌张张的，出什么事了？大帅，里面来了一位小姐，她说她找了您整整8年。陈潇，8年前到底怎么回事？这是我的玉佩，我的信物，你到底是谁？这块玉佩怎么会在你手里？新瑶，他怎么会在这里？还有那块玉，那明明是我拿去换雪莲的玉佩，怎么会在他手里？大帅，8年了，我找了您整整8年了，我就是当年在蓝城饭店那个被您夺走清白的女孩啊！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真的是我的贴身信物，你真的是当年那个女孩？8年前，蓝城饭店顶层套房，那个雷雨交加的夜晚，房间里没有开灯，一片漆黑，您受了极重的伤，我当时吓坏了，想要逃走。是您突然从黑暗中伸出手，死死抓住了我。您在我耳边说：“别走，救我。”是你，真的是你，我找了你整整8年。大帅，你别信他的鬼话，他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子。那块玉佩根本不是他的，那是我的东西。几天前，二少爷危在旦夕，
是我拿着这半块玉佩去蓝城饭店找齐老板换了百年雪莲。婉堂，你说这玉佩是你的？那当年……姐姐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你装什么蒜？你到底用了什么卑劣的手段，从齐老板那里偷走了我的玉佩？大帅明鉴啊！这玉佩明是我佩戴了8年的。姐姐，当年你因为作风不检点，未婚先孕，怀了不知是谁的野种，被父亲狠心赶出家门。没想到你竟然借着大帅的善心飞上枝头，如今你连亲妹妹这唯一一点救命的功劳都要厚颜无耻的抢走吗？我不准你走，听见没有？大帅，您不能这样！这种蛇蝎心肠的女人……闭嘴！在事情查个水落石出之前，谁也不许离开顾家半步。把夫人和糖糖的所有东西全部搬进我的主卧大套房，现在就去。顾晨霄，你疯了吗？你是我的，我绝不会让你带着糖糖从我的视线里消失。婉堂，我必须要查清楚这块玉佩，如果是你受了委屈，我一定会给你补偿。补偿？大帅刚才怀疑我的眼神，即便补偿一辈子也换不回了。你哪怕骂我一句也好，别这么冷冰冰的对我。顾晨霄竟然把他锁在自己身边，难道他真的对陆婉堂动了真心？只要陆婉堂还在故宫府，这出戏我就演得下去。顾晨霄，既然你这么看重所谓的真相，那我就给你一个让你此生难忘的结局。大帅，一定是陆小姐，刚才送了燕窝，夕阳小姐喝下没多久就吐血了。大帅，我不怪姐姐，只要姐姐能开心，就算她要我的命，我也……这根本不是中毒，你服用了大剂量蓝星草强行发汗伪造毒发，这种草药遇碱变蓝，你这是自导自演。你血口喷人，是你下的药，你故意……够了，既然你说被毒害了，那就请府医验血，若是假的，顾家容不下搬弄是非的蛇蝎。看着你，总想起8年前那晚，房间里的夕阳钟滴答滴答响个不停，吵得人心烦意乱，你还记得吗？记得，大帅，那钟声确实很吵，我当时心跳得特别快，一辈子都忘不了。演得很好，但你太贪了，连不存在的东西都敢附和。立刻带人提取我和糖糖的头发与血液样本。大帅，这送往顶级的医院，用最快的速度进行血型与生物学特征比对。我要知道糖糖到底是谁的。大帅，好消息，我们的人在邻省找到了那位四处游历的齐老板。立刻带人，哪怕是绑，也要把他给我礼貌的请回来。去，潜入陆婉堂的房间，把他桌上所有的医药手稿全部毁掉，绝不能让他留下任何翻盘的证据。二小姐放心，我这就去办。怎么，连这点小手段都用上了？看来你是真急了。陆婉堂，你少得意，我就是要让你身败名裂。你之前为争家产给我下药，现在你从我手中偷走玉佩，你以为这些是滴水不漏？你低估了顾晨霄对真相的执着。玉佩在我手里，齐老板远走高飞，没有任何人证。就算大怀疑，他也只能把你当成那个冒名顶替的骗子。只要我不松口，他永远只会把我当成当年的救命恩人。没有任何证人，那你刚才亲口承认的一切又算什么？就是这个女人仗着自己懂些玉石献赏，趁老夫倒茶的间隙，用劣质仿玉调包了真玉。她仗着懂些玉石偏赏，差点让老夫蒙在鼓里。陆大夫，当初多亏您那半块灵玉救了人，没让那等蛇蝎之人得逞。老夫这几天一直在寻找真相。大帅，军医院的鉴定报告送到了，罕见同源血型，亲子关系，确认无疑。她真的是我们的女儿，所以8年前那个晚上，真的是你。你冒充恩人，偷梁换柱，不仅欺骗我，还差点害死我的妻儿。副官，立刻把这个满口谎言的女人给我移交巡捕房。大帅，我错了，把她拖下去。婉堂，真相大白了，可我却觉得愧对你。大帅想说什么？现在说吧。是我瞎了眼，为了所谓的恩情，却亲手把你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。这8年，你一个人带着糖糖，到底受了多少苦？我错过了她所有的成长，我真的该死。你也知道是8年，顾晨霄，如果你早一点信我，我们何至于走到今天？大帅的歉意我收下了，你不是欠我什么，你是欠糖糖一个完整的童年。
晚唐，给我机会补偿你们，我们要个婚礼。我补偿？有些伤口即便愈合了，疤痕还在。信任一旦有了裂痕，就很难回到最初。我明天就带着糖糖搬回城南医馆。这大帅府虽好，但我还是更喜欢我自己的地方。好，如果你觉得那里更安心，我不阻拦。我没看错吧？那是顾大帅在给医馆扫地。大帅，这活医馆的伙计能干，您不必日日来此。无碍，我习惯了动弹，扫地能让我心静。这笔账怎么总也对不上？晚唐，你来看看是不是我算错了？你把药材的进价算成出价了，自然对不上。确实是我愚笨了，我再算一遍。阿娘，这是爸爸让我给你的。他说他今天熬药的时候被烫到了，好疼的。藕还没断，桂花还得再放点。晚唐，你别进来，马上就好。顾晨霄，你堂堂海城大帅，何苦作践自己学这些？我不作践。以前我不懂如何心疼人，现在我只是想用你的方式学会怎么照顾你和糖糖。晚唐，无论你要我等多久，无论你要我做多少粗活，我都不会放弃。天黑了，早点回吧。你这用意，我爹好端端的被你治死了。请冷静，他是突发急症。去死吧！谁敢动他？顾晨霄，你流血了，为什么这么傻？只要你在，我就不疼。神神秘秘的，到底要带我去哪儿？晚唐，看，这是被修复了。我找了海城最好的工匠，用金血塑技法修复了它。金硕之美在于经历破碎后依然完整，就像我们这道金色的缝隙，寓意着破镜重圆，比金更坚。晚唐，过去的8年是我的错，但未来的80年，我愿用生命护你周全。你愿意嫁给我，做我唯一的妻子吗？我愿意。